听过吃饭睡觉打大熊，却没听过吃饭睡觉打胖虎。眼看胖虎想要爱的抱抱，大熊进门关门，竟然拒绝了胖虎的爱，因为这份爱要人命。此时的蓝胖子正聚精会神，眼看胜利在望，却被大熊搅了局。这就好比坦克都开团了，射手还在野区耍野怪，蓝胖子挥舞小援手，让大熊真男人跟胖虎正面刚。可大熊没有3级甲，小身躯哪里扛得住胖虎的铁拳？蓝胖子都无语了，故弄玄虚拿出超级铠甲。大熊怀疑蓝胖子把自己当傻瓜，可这铠甲就在于傻瓜看不到，就算傻瓜穿上，防御力依然为0。为了不被规划到傻瓜行列，大熊只能说出3个字：铠甲真帅。大熊装模作样披上铠甲，却被蓝胖子教育这装备要从上往下穿。自从穿上铁布衫金钟罩，大熊觉得自己又行了，二话不说就要去跟胖虎正面刚。这下蓝胖子慌了，没想到坑娃的话大熊还真信，火急火燎出门找娃去了。大熊生怕被蓝胖子的2手道具坑，找到静香来确认，可壁橱里的铠甲让大熊误以为自己真有铁布衫。大熊潇洒地跑出2步，却想到了一个致命问题：铠甲对傻瓜无效。此时天外来球却被树枝挡下，这就失去了测试的机会。但邻家的恶犬恰巧被砸，这锅还得大熊来背。大熊决定正面刚，狗子正要下口，主人就来投食了。大熊虽逃过一劫，却又失去了测试铠甲的机会。2个小娃正在玩过家家，前来有个怪哥哥急伸长脖子求被打，小娃大棒一挥，没想到致命一击，伤害却只有0.5，因为这是充气球棒。大熊迈着王者归来的步伐，又与高空抛物，大熊又一次扛住了所有伤害，觉得自己特坚挺。可他不知这爆头之物是泡沫所做。大熊自认是个 Superman， 照着小夫让他供出胖虎的位置，要讨拳头之债。大熊要对抗胖虎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小镇，蓝胖子正在找娃，就听到大熊跟胖虎打擂台的传闻，蓝胖子都惊呆了。胖虎人在家中坐，传闻便从天上来。胖虎拉起小夫就要先发泄一番，可平日里谈虎色变的大熊为何突然雄起？背后定有胖猫的指点。胖虎还在担心自己被宇宙核弹原地毁灭时，安熊就送来了一份大礼。大熊的挑战书上面只写了3个字：是男人就来战。胖虎虽然怕，但作为最强反派，就算原地毁灭也没有不敢应战丢面子可怕。学校的后山上，此时已聚满吃瓜群众，而大熊像极了一代宗师。胖虎迈着沉重的步伐前来应战了。看着大熊唯我独尊的架势，胖虎彻底慌了。小夫更是坚信实力不够，装备来凑。但为了尊严，胖虎选择正面应战。看着大熊挑衅的手势，胖虎竟出其不意，选择握手言和。只要大熊能放自己一条活路，胖虎不介意跟大熊成为知心好友。大熊也不好再打笑脸人，小夫3观碎了。岂料胖虎话锋一转，竟拿起了满级装备的主意。大熊还真就着了道，但大熊一点也不怕，因为傻瓜是看不到铠甲的。胖虎虽然看不到，但为了不成为傻瓜一员，看不见也得说成看得见。大熊脱下战袍，直接送给了胖虎。为了证明自己看得见，胖虎瞬间化身影帝，接说铠甲有点不合身。下一秒，大熊掏出神棍，就要看看胖虎扛不扛揍。大熊大棒落下，胖虎都成了葫芦娃，嘴上还要说不疼。这下大熊来劲儿了，9981棒后，胖虎在不疼中疼得晕倒了。那么小伙伴们知道这是出自哪个童话故事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熊成了蜘蛛侠，当起热心市民，为小朋友们造空中乐园。如果是虎父2人成了蜘蛛侠，又会是怎样的故事呢？与别人手是手，脚是脚相比，大熊都不配拥有手脚，还被3岁小娃无差别攻击。大熊猛男哭泣，只能回家撸猫。看着自家娃如此废柴，蓝胖子决定当他最棒的猫，拿出蜘蛛丝，只要把它粘在性感的大屁屁上，然后再使出拉屎的劲儿，后门竟然可以吐出面条来。但这并非可食素面，而是硬度可比钢筋的蜘蛛丝。如果把厚度增到1厘米，甚至可以当街打飞机。这就是蜘蛛丝的力量。为了让大熊变铁血真汉子，蓝胖子就狠心让大熊走钢丝，并不是喵星人小毛坏铲屎官，而是只要站在了蛛丝上，人人都可以是蜘蛛侠。大熊想小试身手，直接连到了邻居家的屋顶，顿时蜘蛛丝遍布整个小镇。看着小朋友丢了气球，大熊只是撅了撅屁股，就完成了一波隔空取物。静香正在送快递，就看到天上掉下个男朋友。听说静香拥有单薄的双腿去送货，后期狂魔只能袖手旁观。蜘蛛丝一吐，就带着静香飞檐走壁，一个180度的大摆锤，给咱树大哥都干跪了。终于把静香安全送货上门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静香也加入了后门吐面条组合。看着小朋友也想加入，大熊丝线连万里，在空中制造了巨型蛛网。大熊夫妇负责织网，蓝胖子负责当导游。顿时，一个空中乐园就完成了。羽毛球可以打，排球可以打，
疯狂起来，空中秋千都得来2下，甚至还有着转圈圈和大雄最怕的蹦极。当然，小朋友最爱的还是旋转木马，还可以在空中探个险，透过窗户体验下空中的侏罗纪公园以及空中的海洋世界，继续深入探险，说不定还能发现上世纪的沉船宝藏以及童话故事里的列车。接着顺着滑梯一路向下，学习下星座的知识，探索下宇宙的奥秘，或许未来的科学家就诞生在这些小娃娃中。最后抵达出口，眼前又有着蛛网城堡等着他们。静香也使出魔法攻击，俘获了一群小迷妹。此时没有虎父二人格格不入，小夫又有了新玩具，小乐大雄学起了胖虎，直接上手。看着从天而降的大雄，虎父二人都惊呆了。可再一抬头看，两人惊呆 plus， 既然不能加入，胖虎决定暴力拆除。可惜棒球成了彩礼，全被粘住了。小夫身高不够，梯子来凑，本想按下黑手，可把手一握，剪刀碎成了渣渣。大雄正想来个空中午觉，就来了3级中的1级，在蜘蛛丝来的公测，可刚掏出大宝贝，背后就出现2名壮汉，蜘蛛丝被无情夺走，蜘蛛丝被装在了胖虎身上，一场惊天阴谋就要开始了。大雄刚潇洒地跑出2步，就听到春夫在求救，但蜘蛛丝不抓人，只抓宝物，而这处陷阱自然出自虎夫之手。此时大雄终于赶到，可胖虎只是撅了撅屁股，大雄就被抓了。直到蓝胖子的到来，才发现了异常之处。此时的小镇已布满陷阱，胖虎吐着面条，正想被熊猫2人组撞到。逃跑中，胖虎切断了蛛丝，因为他有一个新计划，用蛛丝绊倒熊猫。两人站好位置，就等大雄两人上钩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两人不仅丢了行头，还落入了自己的陷阱。这波操作都给大雄看呆了。那么虎父2人该如何脱险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蓝胖子这个海王又找新欢了，简简单单的3处约会现场，却都出现了诡异的案件。蓝胖子最终能洗刷冤屈吗？小镇中出现了诡异事件，先是把胖虎的演出服大卸8块，又打翻了静香家的鸟笼子，最后吃光了小夫家的高档铜锣烧，给胖虎气的就要对犯人重拳出击。小夫此时卖起了机灵，说到铜锣烧，就让我不得不想到蓝胖子。就算大雄和静香极力反驳，但空口无凭，蓝胖子还是被认定为犯人。大雄决定亲自找出犯人，这正合了胖虎的心意。大雄到家了，还不忘吐槽胖虎，并夸了一波蓝胖子是个靠谱的全职保姆。可一开门，就看到满脸花痴的蓝胖子。大雄上前询问，给蓝胖子吓得小心脏突突直跳。大雄抢过道具，一把带上，瞬间来到了后山。原来这是叶子套装，可以潜入到植物中，并获得视觉效果。大雄发现了水果，就要伸手去抓，却抓了个寂寞。这道具更神奇之处就在于，只要换了叶子，就可以瞬间切换画面。大雄眼前变成了自家后院，从树叶视角看自己招手也是神操作了。大雄一低头，又看到一头猫，蓝胖子赶紧打开投影，然后没羞没臊的跑出去约会了。大雄又插上红叶，感受了一番秋后清爽，然后又换上绿叶，来到丛林深处，碰上了蚂蚁搬家。大雄继续换了片水草，这下海底2万底尽收眼底，还没看够就被电鳗当成了午餐肉。大雄瞪大小眼睛，决定用道具帮蓝胖子洗刷冤屈。先是跑到胖虎家，躲着酷哥摘了片叶子，然后蹦起40米，摘到了小夫家的叶子，最后是翻墙头拿到静香家的叶子。既然道具所用的叶子都到手了，大雄化身名侦探，决定找出唯一的真相。先是胖虎家，谁知蓝胖子带着新欢正在飞檐走壁，一个不小心重重摔落在地。大雄发动最强大脑开始推理，如果掉下来时抓住了衣服，那犯人不就是蓝胖子了吗？大雄只能继续看小夫家，谁知蓝胖子又在，还跟小夫家的七路争风吃醋。眼看人家都拿了礼物来，蓝胖子也不能空着手啊。大雄听到楼下有声响，下楼一看，蓝胖子正在偷自家小鱼干，一脸娇羞的送给了新欢。大雄又开始推理，难不成小夫家的高档铜锣烧也是被蓝胖子偷吃的吗？这时小伙伴们为了追求真相已经找上门来了，而大雄正在观察静香家，结果蓝胖子又在。眼看有人把满身是刺的仙人掌养在家里，更是一把抱起，结果赢得了新欢的一个热吻。你猜怎么着？250斤的蓝胖子直接开始墙头蹦迪，小鸟遭殃。这下连大雄都不得不怀疑蓝胖子了。无心的一句话却被小伙伴们听了去，逼着大雄交出蓝胖子，还给大雄打上了帮凶的标签。这时静香好奇的戴上了眼镜，正好看到七路旁光一扫，然后荡起了鸟笼秋千。静香急坏了，
大雄赶紧打开外放功能，这下作案现场被抓了个现行，小夫成了众矢之的。大雄又换上胖虎家的叶子，结果齐鲁一个100米冲刺，上下其手，把演出服撕了个粉碎。接着，小夫老妈还自曝了齐鲁狼人的身份，说他吃了自家的高档铜锣烧。面对3名大汉的质问，小夫嗷的一嗓子撒腿就跑。约会完，满脸发红光的蓝胖子回到家，就看到大雄在照顾植物，因为有了他们，才有了蓝胖子的清白。可蓝胖子却一脸蒙圈，我要啥清白啊？那么小伙伴们最喜欢的植物是什么呢？